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們進入到以西結書第5集，誰是守望者？誰是守望者？1980年的時候呢，發生過一個全世界著名的一個兇殺案我不知道大家，不過可能80年你們都很小就是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一個樂隊 Beatles 知道了Beatles 甲殼蟲樂隊的主唱John Lennon 他被槍殺，然後呢，大概過了幾十天、幾個月那又發生了一起美國很著名的槍擊案件，一個總統被刺殺就是里根總統被槍擊，但是還好把他救回來了。那後來有人去調查了这2個兇手，2個人好像是沒有交集的，但是有2件事情他們是一樣的當然了，第一個事情，這2個都是男人第二件事情，就在這2個兇手的家中都搜出了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翻成中文叫《麥田裡的守望者》。我想很多人我們都看過這本書。這個《麥田裡的守望者》呢，是被評到20世紀最重要的100本書當中的一本。它也是美國的作家那塞林格他寫下的唯一的一本長篇小說，而這篇長篇小說在美國重要的程度被認為是就像一個畢業生要獲得導師認可，你必須要讀這個《麥田裡的守望者》這本書。那麼在這本書當中有一段話非常著名，這個作者裡面就這麼寫，他說有那麼一群小孩子在一塊麥田裡做遊戲，幾千幾萬的小孩子，附近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大人。作者說，我是說除了我以外，就是那個作者，這個男主，他說我呢在那個混賬的懸崖邊上，我的職務就是在那兒守望，要是有哪個小孩子往懸崖邊奔來，我要捉住他。其實守望者這個詞在作者英文的原文是 the catcher， 是捉住他就是要捉住這個小孩子，不要讓他們掉在懸崖裡面。我是說小孩子們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往哪裡去跑，我從什麼地方出來，我把他們捉住，我整天就幹這個事，我只想当這個麥田裡的守望者。這本書全書當中所彌漫的是男主的一種憤怒，一種焦慮，對社會的憤怒，对成人的憤怒，对成人世界的假模假樣的裝腔作勢的那種深惡痛絕。勢利的校長，虛偽的老師，逢場作戲的男人女人們，只談利益的商人們，他認為這一切都是虛偽的，但是他的憤怒的背後是他一種深深的焦慮，他害怕自己也成為這成人世界中的一員，他也深深的焦慮，害怕自己會失去那童年的純真。這個《麥田裡的守望者》這本書全書的核心的理念是什麼呢？就是麥田所代表的是小孩子們的這種純真，但是懸崖象徵的跌入虛偽成人世界的焦慮。所以這個男主他要守護這片麥田裡面狂奔的小孩子，防止他們跌入到虛偽的成人世界的懸崖當中。他體現了什麼？男主對純真的守護和對成人世界的一種對抗。但是你知道，我們今天也是在談守望者。我們看到以西結書當中所看到的守望者，跟這本麥田的守望者是非常不一樣，又有一樣的一個意象，但是它的內涵當中所表達出來的又有本質性的區別。這個共同點是什麼呢？他們要守護墮落，守護墜落到深淵。但是麥田裡的守望者，這個男主他要按住的是那些奔跑中的小孩子，防止他们掉下去。其實這是一種拯救者的意思。你發現沒有？這是對一種純真失落的深深的恐懼。但是在以西結當中，你所看到的是像上帝，他對先知說：“我要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你若不警戒惡人，你若不警戒義人，你若不警戒，你必要死在當中。”在這裡面，聖經給我們看到屬靈的守望者也是在防止墮落。
這種墮落不是對純真的青春的失落的擔憂，而是對屬靈的沉淪、悖逆導致的審判和與上帝關係的破裂的這種守望。所以兩者好像都是站在邊界，為他人的命運在擔憂、在負責的意識，但是它根本的差距在哪裡呢？最根本的區別是，那個麥田的守望者，他是出於個人內心的創傷，他想要保護孩子，不要讓他們進入成人的世界，因為在他看來，成人的世界是虛偽的、腐敗的、令人失望的，所以他的守望的本質是一種對現實逃避的對抗。但是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他用這種方式想要凍結童尊，然後讓世界停留在尚未墮落的狀態，這是不可能的。所以現代人的拯救的那種幻想，或者救贖的幻想，就是如果我能夠抵擋墮落，就能保住純真。但是他們沒有救贖的能力，他們只能夠想象自己站在懸崖邊上。但是以西結中的守望，你看到的是什麼呢？那是出於上主的呼召，不是他自己選擇成為守望者，不是他自己有能力去守望，是上帝設立他作為這個拯救者。他不是攔住人進入成人的世界，而是呼召罪人從罪中悔改歸向上帝。他不是保護人不再長大，而是呼召每一個罪人真誠的悔改。所以對比之下，你會看到麥田的守望者是出於焦慮，想用自己的手接住那些墮落的孩子，但是以西結的守望是什麼？出於上帝的呼召，用上帝的話語做警告那些要墮落的人，或者已經堕落的人。一個是靠人的熱情，一個是靠上帝的啟示。所以今天我們不是讀書會，不講麥田的守望者。今天我們是聖經會，我們講以西結蒙召成為先知，也就是第1章、第2章所講的。今天第3章我們要講的是，上帝還立他做以西結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這守望這個詞，在當時的古代，在當時以色列的中東的這個時代，就好比這個城池當中有個最高的城牆，一個哨所，站在那裡面，有人觀察，看遠處有沒有敵人來。所以在這個撒母耳記上14章16節，撒母耳寫到說，在便雅憫的基比亞，掃羅的守望兵看見非利士的軍隊潰散，四處亂竄。你看到沒有？守望者就在高處看到敵人的情況。所以他的比喻這個來源就是一個城牆上的哨兵。守望者的意象就是在古代的軍事的哨所崗位當中，他站在城牆上，他站在高台上，他遠看敵人的動向或者任何潛在的危險。一旦行動了，他發現異常了，他必須吹起號角來警示。那個台灣有個牧師很有名的牧師，大家可能聽過，叫康來昌牧師啊，我們的長輩啊。他講過那個以西結書的守望者，他就講得很有意思，那是我沒有想到的。他說這個守望者難在哪裡，你知道吧？他不單單要站在城牆上守望，擔心敵人要攻進來，而且他很危險。他一看到敵人攻上來的，他要什麼？他要吹號。他一吹號，敵人就看到他，然後箭就要射向他。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他說還有一種守望更難、更小心，因為你不小心的時候，他說有的时候做牧師你都知道，很多箭是你的会众射向你的，真是這樣。因為不知道的时候，我們就陷入撒旦的詭計的時候，你的會眾甚至你所愛的弟兄姐妹，他們的箭就什麼，他就射向你了。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但是無論怎麼樣，先知就是屬靈的守望者，為了百姓的光景，為了靈性的光景守望，在他們的眼中，國家的滅亡和信仰的失落是有關係的，與屬靈的關係是有關係的，不僅警戒，而且預言未來的復興。今天我的信息的中心是被上帝呼召成為守望的人，是為靈性警醒，為真理發聲。那麼守望者有哪些職責呢？3個。第一個，對上主的職責，
要完成從主而來的託付。3章16到17節說，過了7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就以西結，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在這樣的一個背景當中，你會看到過去像那個哈巴谷書裡面也會提到，在哈巴谷說第2章第1節說到哈巴谷先知站在守望的樓上，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看耶和華對我說什麼，我可以用什麼話向他訴冤。以西結的差派來到以色列百姓當中，他也是像哈巴谷先知一樣，是要什麼去守望的。當時的先知他起到一個最重要的一個作用，他不是預言未來。所以先知這個詞常常給我們帶來一個錯誤的一個解釋，就認為先知是預言未來。如果先知是預言未來的話，那就叫算命先生就好了。我告訴你，先知的責任是什麼？傳遞上帝的信息。所以先知實際上是 messenger。所以 Navi 這個詞最重要的本質的意義是 messenger， 是上帝的信使。所以上帝說，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這個直譯這句話就是我已經賜你做守望者了。它表明什麼？先知蒙召做先知，就是去警告自己的百姓，將來禍患的其實是上帝恩典的作為。守望這個詞是警醒的意思，也是守候的意思，是為了相助。這裡最重要的是警訓。過了7日是說明先知是在上帝面前等候了有一段日子，得到信息。然後我立你做守望者，乃是表示這個職分是出於神，不是出於人。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在這裡也讓我們看到先知的觀點不是他自己的觀點，而是傳遞上帝自己的話語。以西結被差遣去工作，就是守望，不是講自己的想法，是傳遞上帝的信息，去沉睡的人當中做守望的工作。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上帝立以西結、但以理、耶利米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卻不呼召外邦人做守望者？因為我們中國人說，守望什麼？相助。只有同胞才會什麼？守望相助，不是同胞不會的。我知道很多人都期待我今天要講中美元首峰會。我有一點那個，我告訴你，有2點告訴你啊。那我的何長老正在電視機旁很緊張的看着我，接下來怎麼講？他你不要給我們教會引來禍患啊！因為這個緣故，我不騙你啊。昨天晚上我就把整個講稿改掉了。你的太太可以作證，我太太可以作證啊。我整個晚上把我的整個講稿改掉啊。但是呢，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的，我要稍微提一提。就是為什麼最高領導人在第1天就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這個是很重要的。那就因為我在寫這篇講稿的時候，剛剛中美峰會開始談了13號到15號嘛，對不對？也正是這個全球的局勢非常動盪的時候，國際關係重塑的這種關鍵的時刻，2位全球最大的超級大國，沒有疑問吧？台灣同胞也沒有疑問這個 G2 沒有，毫無疑問，毫無懸念，現在對不對？ G2 的2位超級領導人來一起聊的時候，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麼？我的禱告就是，主啊，你怎麼樣讓這2個人成為守望者，守護世界的和平，守護人類的和平，而讓這2個領導人，最大的國家、最強的國家的領導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實際上就是扮演着守望者的角色。這2個超級大國的關係，其實最高領導人講得很清楚，是關係到什麼？全人類的關係的。你們最想要聽我的講的東西，我今天不可以講要講請我吃飯但是呢，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這個他們的決策會不單單影響到本國的人民，更會預警全球的風險，核擴散、AI 的安全、氣候、地域性
一些戰爭的可能性都在這個裡面。所以我們再回到最高領導人的原話：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這是他第一次用這個話。百年變局之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過修昔底德陷阱，開創大國關係新範式？能不能攜手應對全球的挑戰，為世界注入更多的穩定性？能不能着眼兩國人民的福祉和人類前途命運，共同開創兩國關係美好的未來？我們看到，我們希望這段文字可以成為這個普世、這個地球的守望者的宣言。就像以西結書所強調的，如果守望者看到了危險而不發聲警訊，如果守望者看到這些危機的越來越臨近的时候，他不敲起警鐘，我告訴你，上帝最後是要向守望者討罪的。所以在這次峰會當中，你會看到歷史責任感不斷的出現，這種高度不斷的出現。領導人若不能在關鍵的時刻達成戰略的穩定性，放任世界局勢的失控，歷史必定追責的。歷史是什麼？就像當年劉少奇說，歷史上會記下我們的，對不對？這就是先知在靈性世界作為守望者一樣，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上帝也安立了這個世界的守望者。我們再回到這個麥田的守望者這本書當中，你會看到這兩種守望，一個是先知的守望，一個是麥田的守望。麥田的守望者主人公他想到的是什麼？他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接住那個墮落者。這是現代人的守望，有熱情，有敏感，有焦慮，但是他們沒有上帝的話語。他們看見問題，心想拯救，但是他們沒有救贖的能力。但是以西結的守望不同，他不是靠自己站在那裡，他是被上主差遣進入世界。所以麥田的守望者說，讓我接住你。但是先知作為守望者說，聽主的話吧，回轉過來，回轉過來。所以從基督信仰的角度來看，那個男主麥田的守望者是一個失敗的先知，或者用聖經神學的角度來讀的話，這個男主好像是一個沒有啟示、沒有差遣、沒有福音的守望者。他看見這個世界有問題，他雖然有洞見，他感受到墮落的危險，他很敏感，他要拯救別人，他有熱情，但是他缺少上帝的話語，沒有真理的根基，沒有上帝的授權，更沒有真正救贖的途徑，所以他只能陷入憂鬱、疏離、無力。這就是現代知識分子的處境，他們看見了墮落，卻什麼？不知道如何拯救。但是你看到的以西結卻恰恰相反。今天對我們的教會，對我們的提醒是什麼呢？我們要謹防成為麥田的守望者。我們只會焦慮，只會批評，只會指責別人的錯誤，卻不能夠真的把人重新帶回到上帝的面前。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用上帝的話語去吸引人的時候，你所有的徒勞，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所以今天我們的牧者，我們的牧師們，我們也容易成為麥田的守望者。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危險，我們強烈的焦慮，拼命的訴諸文化的敗壞，卻沒有辦法把人真正帶到上主的面前，因為我們沒有在主的話語當中扎根，我們自己沒有真正經營在主自己裡面。所以真正的以西結式的守望，不是別掉下來，而是悔改吧，悔改吧。為什麼要死亡呢？麥田的守望者，他是停留在一個悲情的保護，但是聖經的守望者是通向悔改的更新。
現代文學中的守望者是用自己的手要接住那些墮落的人，聖經的守望者卻是站在上帝的話語當中去發出警訊。他前者是靠的是種憂慮、焦慮去守護純真，但是真理的守望者卻是呼召悔改。求上帝也立我們每一個人在我們的家中作為守望者，在我們的公司成為守望者，在我們的學校成為守望者，並且用上帝真理的話語成為救贖的工具。第二點，對惡人的責任，若不警戒，罪歸於你。我何時只向惡人說你必要死，他必要死。他若不警戒他，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勸戒他，使他離開惡行，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倘若你警訓惡人，警戒惡人，他仍不轉離罪孽，也不離開惡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孽。在這裡面有兩個情景。第一個情景是耶和華神指出惡人必要死，但是守望者，你如果不去守望，你不去警訓，你不發出警告，那麼好，上主必向你這個守望者追討血債。這第一個。第二個情景，守望者警訓惡人不轉離，惡人必死在罪惡當中，但是守望的人他卻沒有罪。在這裡面讓我們看到，沉默不是仁慈，沉默是什麼？失職。我覺得今天在這個社會上也好，還是教會中也好，我們中間最多你會看到的是叫沉默的大多數，阿摩司書，對不對？沉默的大多數，我們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不公義、不公平，我們並沒有為上帝的真理在發聲，但是有的時候我們又亂發聲。在這裡面，求主幫助我們。你看到聖經當中撒母耳記上的第2章到第4章有一个大段的橋段，這個橋段就講到一個就是撒母耳先知的師傅以利。這個以利雖然他自己非常正義，但是很可惜，他縱容自己的兒子作惡，結果全家遭到審判。作為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他的2個兒子在聖殿當中居然褻瀆聖物，並且姦淫婦女，公開違背律法。明明知道這是錯的，但是作為祭司的他卻不指責自己的兒子，輕描淡寫的勸誡，以至於他在屬靈上是做了一個沉默的人。但是很可惜，結果這2個兒子同一天被耶和華擊殺，約櫃被俘。以利這個時候以至於他自己也什麼斷鏡像而死。所以神必討我們的罪。我前2天我剛剛我有的時候也不知道啊，有的時候要指責罪也很難的一件事。我在那個微信上跟我們的一個弟兄，這個弟兄不在北京，現在曾經在北京一段時間，跟我有一些往來啊。後來我知道他告訴我，他去拜偶像了，因為那些人算命好像很準。他用了這些算命術，都是什麼中國古代的，或者是農村的那些民間宗教的東西。他發現很好，結果開始不靈了。開始不靈的時候，他就好像覺得這是有問題的，他就是來問我。我說你必須要悔改呀。我說這些算命術，這些拜偶像的東西，是我們基督徒明令禁止的，這個聖經裡面的教導是明令禁止的啊。東北有一個算命的叫出馬仙，有沒有聽過？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啊。他還用了另外一個詞，我忘了叫什麼，反正他都去算過。他說這種東西就搞到我，他說搞得我這個買股票也失敗，投資也失敗，結果又怎麼樣？結果他說我怎麼辦？他說我感謝神，感謝神。我當時很怕他受不了我批評他，但是感謝神，他還是認識到自己的罪啊。他說禱告好像也不太靈，我說當然不靈了。我說你還敢禱告？
啊，你趕快悔改啊！我說啊，我們開玩笑，我沒有這麼說了，只是我真的說，我說你要悔改，求上帝幫助我們。我說，其實那些算命的，如果有時算得準，有時算得不準，什麼問題啊？根本就是假神嘛！你拜的那個假神，你怎麼？我告訴你，感謝上帝，你快點感謝上帝，讓你投資失敗啊！因為你如果拜那個假神，你投資還成了，我告訴你更可怕，你知道嗎？因為那個時候要叫你回來，你都回不來了。但是，親愛的弟兄姐妹，你發現嗎？今天我們要批評人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們要指出我們弟兄的錯誤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這個是一個已經是極度自由、極度個人中心的事情。你已經發現，在教會的紀律當中，已經很難執行很多東西了。你稍微批評一點，他就說你 spiritual abuse， 他怎麼辦？他還要告你怎麼辦？你指出他，你已經是一而再、再而三提出他什麼時間、什麼1次、2次、3次，他都不聽，你怎麼辦？我請問你怎麼辦？這個我有的時候真的沒辦法。如果有一天突然，親愛的弟兄姐妹，你發現我被迫就突然走掉了，你們也不要怪我。如果我不是我個人道德有問題，我沒有辦法繼續了。今天沒有辦法做下去啊，很多事情你知道嗎？今天真的是看到很多的事情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很多是受過教會很大的恩惠的這些人，一句話不对，你只要一句話，他聽得不順眼、不順耳，他回過頭來，好像是另外一個人，然後拿出無盡的理由，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是我們還是要做守望的人呢、我們還是要，他回過來告你教會啊，他要告你教会啊，他要告你教会，你怎麼办？你就妥協是不是？你就讓他嗎？但是我就再想想，他們走到今天，他们怎麼不想想，他們怎麼能夠走到今天的？但是他回過頭來，而且你已經很清楚的跟他講過1次警告、2次警告，口頭的都沒用的，對不對？我不知道，我有時候也要請教那個，真的，這個我們的大佬那個了啊，那個我不知道你怎麼樣管你的員工的，我沒有辦法，我真的沒有辦法，你們把我幹掉算了，我說，你們把我撕裂算了，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做。有的時候在想，神把你差到這個教會來，你還只是一個見習的。你在學，你有很多東西要學，你有很多的路要走啊！你前面要，如果你現在这樣的，我們的教會不是完美的，但是我跟你說，我們教會在很多時候我們還是非常有愛的。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對我們的弟兄姊妹，即使我們犯了1次錯、2次錯，我們還都是寬容的。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也不能走到沒有紀律的時候啊。我有的時候真的再想想，我們真的站到舞台上，我們1對1，把我們做的這些事情一件事情拿出來，我們好好我們去go through一下。我們不要說，我們就讓我們的會眾來評論。如果讓我們的會眾看到全局，你會怎麼樣？真的會怎麼樣？我們不要走到這一步，好不好？然後我們說，哎呀，我一定是對這個教會是有感恩的了。對不起，我不想再聽到這些話。我要看到你做什麼。我要看到的是你對這個教會，對你愛你的牧師，你做了些什麼東西。如果親愛的同工，我真的是以神的慈悲勸你們了。如果你在這個教會都沒有辦法繼續下去的話，我不知道你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哪個教會可以繼續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很多時候，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在網上講話是很容易的。我們這個有幾個在海外讀到最高的神學生就說：“哎呀，他看到我的一些訪談，說牧師你真勇敢。”我說：“你知不知道這些人在網上，在這個 YouTube 上怎麼樣罵我的？因為在 YouTube 上罵人是不要付代價的。”
不要付代價的，就可以隨便的污言穢語在你身上啊？難道你去跟他解釋嗎？你難道去跟他去 argue 嗎？所以今天做守望者的難就難在這裡呀。你今天不單單要面對，我告訴你，我們老實說 ，Trump 已經走了，我們的 license 還沒有下來。哎，你們還笑，沒有，好像沒耐心啊！我們開玩笑，我真的沒有下來呀，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啊！能不能繼續不知道，你們要猜 ，please， 神必追討你的罪，你到時候不要怪。你們要猜，你們猜吧，啊！我告訴你，真的，這個我也期待這個有關部門在 Trump 沒有簽字之前，先把我們的那個困難解決，沒有嘛，就是沒有嘛。然後我們的強敵在外面環繞着我們，隨時拿箭射這個守望的人。但是你不能防備的是你什麼？你羊圈裡的箭。這話不是我說的，是康來昌說的。是康來昌說，你們去追討他，不要追討我。所以現在这個沒得做，很多時候，所以有的时候，親愛的弟兄姐妹，真是太不知道。我有的時候我實在是無語。我有的時候真的我老實說一句，親愛的弟兄姐妹，相信我，我不做牧師，我可能今天日子比今天還好過，同意嗎？我不要在講台上講，我去 YouTube 上開個頻道，我講這個，你知道，但是神的羊群怎麼辦？神的教會怎麼辦？我跟你說，真是這樣。求主幫助我們啊！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勇敢。我們既然出來，記得我那個有那個幾年前我在那個清邁，在一個大的聚會當中，有一個同工就跟我聊，我們聊了很久，就談到教會的光景跟世界的光景，就說這個世界是個加速列車啊，在往前。但是呢，中國的社會其實就像那天我們說到的，昨天我們談到的，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剎車片。我告訴你，中國什麼都好，但是中國的社會今天是沒有剎車片。請問這個列車高速在飛的時候，你用什麼來剎車？沒有的。那麼他說：“李牧師，你為什麼還要幹這行？”那我告訴他：“我不是我要幹，是上帝呼召我出來。呼召你幹什麼？”我說：“拉火車啊。”他說：“你們開玩笑，你拉火車怎麼拉得動啊？”我說：“是拉不動的，但是如果你是被呼召出來拉的，你要不要拉嘛？”所以我們要面對前面的敵人給我們的箭，我們還不小心後面的在穿刺我們，在穿透我們。而且很多時候我也在想，我有的时候在想，我真的有一个心裡面的一個很沉重的一個痛。我就是我們很多年輕的傳道人，我現在會發現不是一個兩個，是相當大的一批，我們不能夠承受任何委屈。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我們很多80後、90後的長不大的原因啊！因為什麼？承受委屈是你長大必然的過程。那我老實跟你說，我剛剛跟我們教會一個弟兄打了一個招呼，我告訴你，他在社會上的地位遠遠高過我們，但是我看到他謙卑的態度，我看到他的這種就是什麼？就是成長跟生命。但是我看到我們的弟兄當中，我們很多的弟兄，我們比我年長的，你們對待教會、對待主跟對待牧師的態度，我感謝上帝，因為你們是經過這些委屈。但是我告訴你，如果我真的是說句實話，如果我們年輕一代，我們不能夠經過委屈，不能夠受委屈，我們永遠長不大。而且你的天花板，今天就是你的天花板了。你相信我啊，我真是跟你肺腑之言吶！我跟你說啊，今天如果我們不能夠承受委屈，你今天的地位，你不要說地位，你今天的狀況就是你的天花板了。不要一點點事情我就爆了，不要一點點，每一個上帝給你經過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乃是告訴我，生命中有一些事情我還沒有學會。我必須要過這個關吶！如果我不過這個關，我就會在這裡，永遠在這裡呀。所以你會發現嘛，親愛的弟兄姐妹，有些人他犯錯啊，
他永遠不斷的犯錯，他永遠在同一個事情上跌倒，他同一個地方過不去。他原來是怎麼樣一個場景，你發現3年後、5年後，同樣的事情發生，然後發生事情，所有的問題都是別人的問題。你發現沒有？都是別人的問題，但是從來沒有自省過，從來沒有內心反省過，從來沒有想過，所以你就永遠，你的生命就永遠只能在這裡，你怎麼辦呢？我有時候真是心裡焦急，如同火燒。我有時候我有時候真是覺得 lucky， 怎麼 lucky？ 還好他不是我兒子，他是我兒子，我怎么辦？但是你要想一想，你真的讓我有這個感覺的時候，你想想我內心多痛啊！因為你是用神重價買書回來還不算，還是我跟教會花了極大的代價培養的。但是你今天這樣來對待教會，對待愛你的牧師，對待愛你的牧師跟同工，甚至動不動就拿出法律的武器要來。你想想看，到底有什麼事情了？到底有什麼事情了？我有的時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難過，求主幫助我們。我有的時候在想，還有所以我跟你說啊，親愛的，我看到我們的保羅也在我們當中啊，我們 John Marie， 我們這個我們 Philip， 我們這些啊，我的 CFO 們，我的我們這些。我有時候在想，我們很多，我们在我們中間有一些真的不要批評別人，說人家哎呀這個世界上好像有成就什麼樣，包括我們這個大個子啊等等，我們其實人家走到今天是有理由的。我告訴你，今天這個世界上人成功是有理由的，人家在屬靈上面也成熟是有理由的，人家是付代價的，人家願意學習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願意，我們今天，對不起，這可能就是因為神還是讓我要勇敢。因為如果我看到這些問題，我不提出來，我只是跟你哈哈哈。今天講這種話的牧師多的是，我不是這種人，我還是要很誠實的跟你講這些話。我要指出，如果這樣，你必定走向滅亡，我要跟你一起滅亡。如果我不講的話。求上帝幫助我們，求上帝幫助我。這些不在我的劇本裡面，對不起。這個突然我還是求神幫助我。你這樣當以西結怎麼死的嗎？以西結怎麼死的嗎？正史沒有記錄以西結怎麼死的，但是野史，我們說野史有一個記錄，相信很多神學家是接受這個說法的，就是因為他指責罪。指責在巴格達附近，在那裡，當時他在巴比倫嘛，他就指責那個希伯來的王子、猶大的王子，說你拜偶像，結果用我們今天的刑罰叫什麼？五馬分屍啊，就這樣死掉的。但是他作為這個守望者，他完成了什麼？他的使命啊，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啊。今天如果我們看到我們看到他們走的方向是不對的。如果我們真的看到我們的弟兄、我們的姊妹、我們的同工，我親愛的弟兄啊，你走的方向是不對的，我真的是非常着急啊！因為你正在 repeat 多少年前正在做的一模一樣的一個事情的時候，你想想看我會怎麼樣？我因為怕得罪你，我因為怕爭吵，我因為怕跟你的關係出了狀況，我就選擇沉默或不看見。對不起，我的神沒有讓我的良心可以過得去，我過不去，我真的過不去。第三點，對義人的責任，偏離時候需要提醒。再者，義人何時離義而犯罪？我將絆腳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沒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來所行的義不被紀念，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倘若你警戒義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脫離了罪。在這裡面的義人不是新約所講的義人，在這裡的義人是什麼？在上帝的關係當中，在這個約的關係當中行為正直的人。而即使行為正直的人，他說你還會做錯事情，你還是會做錯。所以這個情景一是什麼？義人離開了
義犯罪了，神放絆腳石，也就是說許可的困難跟審判要降臨。那守望的人若不警戒，義人必死，神也要討那守望的人的罪。第二種情境，守望者警戒義人，他聽了回轉了，存活了，守望的人自己也得救了。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我們無論誰，我們都會做錯事情，即使在基督裡的，我們還做去。我講一個真實的事情，若干個月以前，好像去年某一個時間，我講完道出去，正好看到一個弟兄，我這個弟兄我一直想找他很多年了，我跟他大劇院就一直在，後來他就離開了，因為我們遭難了教會，對不對？等等各種事情，他離開了。離開之後，他現在回來，他看到我，他的眼神有點閃爍，我就心中就什麼，我就知道他一定有事，然後我一抓住他，我说我一定要跟你見面，因為他明明知道我在第一堂，他又是我們的人，他為什麼要避開我，要去第二堂聚會呢？他沒辦法，他被我抓住了。結果真的有事啊，真的有事，而且跟我猜的是一模一樣的，跟我猜的一模一樣。我說你弟兄啊，你知不知道啊？你正在陷入絕境啊！我甚至連他可能犯的事情結果是怎麼樣，我都點出來了。我說還有，你怎麼可能呢？你會說這是上帝的旨意？對不起，上帝的旨意是要你有小善。我天哪！我說這個東西，你還覺得禱告還蠻那個的，所以後來被我抓住，為他禱告，求主幫助他。他回去他原來的國家，果真不錯，果真如我所料，果真如我所料。我們男人有一個妄想，人家多麼愛你，這些花枝招展在你身邊的多麼愛你，除你太太之外你太太是愛你，這是我可以做見證的。但是我告訴你，你好整起來，你看我多有才華人家欣賞我的才就算像我說沒有錢，人家還是喜歡你，因為我有才才華，這是痴心妄想，你懂我意思嗎？記得，真的記得所以呢，感謝神，我幾乎他可能碰到的陷阱，每一樣都給我預見到，每一樣。但是我感謝上帝，我很勇敢的就提出来跟他，我還在為他禱告。我相信今天他可能也在電視直播來看我的這個講道，我還是提醒他要小心，你不要讓你的3個孩子沒有了父親，你不要讓你的妻子，聖經說不要忘記你少年時所娶的妻。這個世界是很可愛，這個世界是你發現沒有？這個世界的女人從來沒有那麼漂亮過。你也發現這個世界的這個美女從來也沒有那麼多過，你管她真的還是假的，對不对？韓國都是美女但是我們求神讓我們看到這個背後的陷阱，這個背後上帝所挖的陷阱。不許笑，不許笑。這個我們講的是有人已經在網上罵我了，說所以親愛的弟兄們，你知道嗎？義人犯錯有的時候也很可怕。3世紀的時候有個教父，那個叫 Origen 奧利根俄利根他年輕的時候讀到一節經文，他讀錯了，就是馬太福音19章，好像是說到什麼呢？說到是就是19章，對，有人是生來是阉人，有人為了天國的緣故自閹的，這段馬太福音19章，他就回去，因為什麼？因為他很出名，他18歲就出名，在亞歷山大學派的創始，就是最優秀的一個神學家。3世紀的時候，結果因為他有很多女學生圍着他，他做了一件很錯的事情，他就因為這節聖經把自己閹割了，但是這個事情是不对的，後來因為這個事情，他後來是被追討的，以至於他今天那個天主教是不認可他是聖人，是因為他用了一個極端的方式把自己的身體給自殘了所以呢，在這裡我們看到我們也是會做錯事情，求神幫助我們。
最後我還是要回到麥田的守望者，我的时间不多了啊，因为这麥田的守望者有一句名言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他說：“一個不成熟的男人，聽着啊，弟兄們，其實是他意思是不成熟的人嘛一個不成熟的男人想英勇的為某種事業死去，一個成熟的男人卻願意卑微的為某種事業活着。”我在想，感謝上帝，這個作者在這個塞林格在這裡面描寫這個男主，其實是那個他的學生，他的老師安托利尼對他講的。他其實是什麼？在批評一種青春式的英雄主義，就不成熟的人常常迷戀什麼壯烈、悲劇性、自我犧牲的戲劇感，或者宏大的敘事，要證明自己的激情。因為英勇的死去常常帶一種浪漫式的自我實現。但是，當一個人真正成熟的時候，他明白，活着比死去有的時候更難。不是轟轟烈烈的瞬間的燃燒，而是長期的忍耐的、卑微的、繁瑣的去承擔。所以從這個聖經的角，把這個故事把它跟聖經裡面結合起來看，你發現沒有？它非常像保羅。保羅在腓立比書1章講了什麼？保羅說：“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的無比。然後我在肉身活着，為你們更是要緊。”保羅說就說我如果可以選活還是死，我寧願去死，因為死我就可以跟基督同在了。我願意殉道，但是他知道為基督殉道是很容易的，但是為了成就功夫的果子，就是你們這些基督徒信徒，我寧願與你們同在。所以你知道，講一篇轟轟烈烈的道是很容易的，但是難是難在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周復一周，謙卑的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這才是難，這才是難。保羅當然願意殉道，因為他覺得這不是神要求他嗎？不是，他不是要他壯烈的死，神要他在監牢裡面寫信，被誤解、被鞭打，長期忍耐，日復一日的牧養教會。這也就是以西結的偉大，他不是在於某一個瞬間壯烈的獻身，而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站在守望台上，艱難的去什麼？去守望。他沒有英雄式的一死成名，他是在被擄之地默默的堅持，忠心的傳講。這就是什麼 ？Live humbly， 卑微的活着。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啊，特別是年輕的服侍者、年輕的同工們啊，我們今天看到這些，我們是否也願意卑微的、謙卑的活着，去服侍主？一個不成熟的守望者，渴望成為烈士。今天我們在中國教會這樣的人也蠻多的。成熟的守望者，他甘願成為一個職業的人。前者他追求瞬間的壯烈，後者願意長期擔任中心的崗位。這就是我們的處境。以西結不是一個轟然倒下的英雄，沒有戲劇性的東西在這裡面。最後他雖然殉道了，但是在這之前的20-30年的時候，他忠心的守在那裡。求上帝幫助我們，求上帝幫助我們。好，我要結束了，還有1分鐘。守望者不是一個尊貴的頭銜，而是一個沉重的使命啊！他代表着被上主特別的設立，與上主的話為標準，向百姓發出警告的一個屬靈的崗位。這個崗位的核心是責任與警告，它帶有強烈的生死攸關的緊迫性。他要失責，必被追責。求上帝幫助我們，求上帝幫助我們，讓我們可以忠心，
對我們所有的傳道人，對我們所有的牧者、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崗位的，乃至每一個信徒，你今天都在擔任守望者的職責，你都需要彼此勸解、互相代求。但是問題在於什麼？我們是否聽見了上帝的話，並願意忠心的傳達，即使你的信息不被歡迎？求主幫助我們。Amen。榮耀歸於主。